蓝忘机眉间微微抽动，印堂有隐隐发黑的趋势，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当众出洋相。什么解开抹额，又用抹额捆住魏无羡，又将被抹额束缚的魏无羡拎到小辈们面前，像展示战利品一样骄傲地展示给他们看。这，雅正何在？蓝启仁怒了，当即对在座的小辈们放话：当时谁喝酒了？带回去之后给我抄10遍家规，倒立抄，省得以后这么不知规矩，不论体统。蓝景怡本来看热闹，笑得贱兮兮的笑脸顿时垮了下来，就差挥泪喊冤了。我们是喝酒了，可是韩光君也喝了，而且他还当众解抹额，雅正都没了，怎地只罚他们？纵使胸中冤屈汹涌如惊涛，但他也只能苦哈哈地道：是。余下的几名少年无一不是跟蓝景怡一样如丧考妣，只有蓝思追站起身，谦逊地对蓝启仁鞠了一躬，道：是，先生。可他心里还是忍不住想，被迁怒的滋味不好受啊。温家姐弟为他敬上一把同情泪，金陵则庆幸自己不是蓝家人。无视一路旁人的诡异眼神，蓝忘机径自拖着魏无羡上了楼。入房，转身，关门，拴门，最后一步是把桌子推到门前，仿佛要挡住外面的什么敌人。蓝忘机将他拖进屏风之后，用力一推，魏无羡便被推倒在榻上。江澄嘴角隐隐抽动，他直觉这次一定会发生点啥。事实证明，直男的直觉是很准的。蓝忘机一下子捂住了他的嘴。魏无羡心道：既然如此，那可不要怪我了。只是蜻蜓点水地点了一点，蓝忘机却仿佛是被火蛇撩到了掌心，猛地收回了手。魏无羡用他所能表达出来的最邪魅的语气笑道：害怕了。两个成年人，尤其是魏无羡，都是活了2辈子的人了，竟然像个孩童一般在房间里玩起了捉迷藏，并且玩得忘乎所以。发现追赶自己的人站着不动，蓝忘机也不动了。魏无羡道：你想继续吗？蓝忘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众人爆笑。蓝忘机怕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眼睁睁看着自己不受控制的在大庭广众下丢人现眼的样子，他默默凝聚气息，广袖一挥，一股骤风凝起，待要挥出，便莫名的消散了。那道声音像是时刻在监视他们一样，总能在该出现的时候适时出现。哎呀，韩光君，行行好呀，这本书价值可不少呢，您就再忍忍呗。这时众人才猛然记起灵力不可用。蓝忘机神色微敛，问道：魏婴到底何时出现？难得那道声音正了声色。世人害他之时。蓝忘机道：为何？为让世人明白自己的愚蠢。这时结界中爆发出魏无羡的大笑之声，笑得那般放肆，众人明白了，是书中的故事在继续。姑苏蓝氏这种家族不许喧哗，不许打闹，连极刑也不许。蓝湛小时候肯定从来没这么疯过，真可怜。蓝启仁心里想，还不是为了雅正。不负所望的，蓝忘机又开始新一轮的出洋相了。魏无羡就当是在逗一个小朋友，卖力的配合，逐着他跑了2、3圈，道：跑快点，可别叫我抓住了。抓住一次就再舔你一次，看你怕不怕。谁知蓝忘机忽的从屏风另一端走了过来，跟他迎面撞在了一起。蓝曦臣忍俊不禁，他开口道：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忘机。金光瑶搭话：忘机只有跟魏公子在一起的时候才这般有生气。蓝曦臣默默点头。蓝忘机的情绪竟然罕见的外露了，而且直接表现在脸上，脸色是愈来愈黑，像是照顾蓝忘机失控的情绪一般。后面的情节直接被过滤掉了，只最后在2人亲吻的画面停留了一下。可就这一下，蓝忘机怒了，他泄愤一般一挥衣袖，须知这一下如果灵力尚在的话，杀伤力可是不小。那道声音又及时的出现：嘿嘿嘿，韩光君，息怒息怒，有这么多人见证你们的幸福，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蓝忘机沉着脸道：不必。好，我保证这一次结束了，下一次一定还会有这么囧的时候的，哈哈哈。又贱又放肆的笑声跟魏无羡如出一辙，蓝忘机顿时脸黑如锅底。蓝启仁惊了：什么？还有？蓝启仁险些站不住，蓝曦臣急忙上手搀扶，安慰道：叔父，仔细身体。画面直接来到第2天早上，
诸名世家子弟原先不过都是脸熟，然而这几日的经历，彼此之间已非常熟稔，临别之际都依依不舍。魏无羡揽着金陵的肩走了远远一段，从血缘上来说，他也算是金陵的小叔叔，可以理所当然地用长辈的语气对他叮嘱。金陵道：断袖也要断得洁身自好，别再去招惹其他男人。众人一阵好笑，当外甥的这么对舅舅说话也是有趣。虽然当时金陵并不知道他是魏无羡，当然就算知道，他可能也还会这么说，说不定还会说得更放肆。金陵道：你少来，别得意忘形了，你是不是魏婴？单刀直入，令人猝不及防。魏无羡从容接道：你觉得我像吗？金陵沉默半晌，忽然吹了一声短哨，仙子甩着舌头撒开4条腿奔了过来。魏无羡拔腿狂奔，好好说话，放什么狗？金陵道：哼，再见，就雄赳赳气昂昂的朝兰陵方向去了。江澄问金陵：当时怎么跑了？再猜几句，说不定他就认了。金陵闻言斜睨着他舅舅，没好气地说：然后呢？当时就捅他一剑。江澄被他这态度气着了，骂道：你这臭小子！其实江澄今时今日又何尝不知，那个情况下根本没法认，或者说金陵根本就拒绝声响，拒绝承认。相处越久越觉得他就是魏无羡，莫玄羽那个窝囊废怎么可能有这般风采？可偏偏又怕他真的是魏无羡。尚未与蓝曦臣会合，一行人途经一处已经荒废多年的花园。众小辈兴致勃勃逛了小半圈之后，蓝丝追道：这是石花女的花园吧？众人听闻蓝丝追的讲述，皆叹年少时的魏无羡当真风流的紧啊。魏无羡心道：嘿，蓝湛竟然好意思看我笑话，我知道你少年时候的糗事，没有10件也有8件，我迟早有一天要告诉这群小朋友，破坏他们心目中韩光君冰清玉洁、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等着吧。蓝忘机闻言眉间狠狠抽动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些不好的回忆，顿时心情就不好了。而众人们却暗自憋笑：老祖啊，你怕是还不知道吧？韩光君的形象已经没了。一群少年听故事听得兴致大发，决定今夜在石花园野宿。魏无羡见蓝忘机终于离开，问道：你们家的抹额到底有什么含义？在场原本不知道姑苏蓝是抹额含义的人，也经由蓝丝追的解说都清楚了。这抹额的含义相当之沉重啊。魏无羡忽然觉得非常需要新鲜空气，豁然站起窜了出去。画面同之前的回忆一样渐渐泛黄。当年在岐山温氏举办过一场百家清谈盛会，这一往事在座年岁稍长些的都知道。画面中给了蓝忘机一个特写，面若敷粉冷若冰霜的俊俏少年郎，身穿正红圆领袍衫，系9环带，袖子收得很窄，3分文雅，3分英气，10分加起来全是俊美，令人不由得眼前一亮。不仅魏无羡赞叹蓝忘机貌美，就连在座的各位都不禁为其折服。小辈们更是没有见过着装如此鲜明亮丽的韩光君。魏无羡喊道：蓝湛，你抹额歪了。世家子弟都极为注重仪表，尤其是姑苏蓝氏。闻言，蓝忘机不假思索举手屈服，可那抹额分明配得端端正正，他目光不善地投向魏无羡，后者早哈哈笑着转去了云梦江氏的入口。江澄想起魏无羡从年少时就热衷于招惹蓝忘机，每魏无羡主动去打招呼的时候，蓝忘机从来不爱理睬，这次亦然。可魏无羡偏偏就爱逗他，行径堪称幼稚。众人心道：无聊。正式开始比赛之后，一条抹额的飘带随风扬起，轻柔地扫中了魏无羡的脸。魏无羡道：忘机兄，你抹额歪了。这次蓝忘机却再也不相信他了，头也不回地蹦出2个字：无聊。魏无羡道：这次是真的，不信你看，我给你正正。他一把抓住了在自己眼前飘来飘去的抹额尾带，谁知这条抹额本来就有些松动，被他一拉，直接便从蓝忘机额上滑落了。在场的蓝启仁与众位蓝家小辈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要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扯掉了抹额，这是多么沉重的含义，尤其还是被男人扯下来的。众人一点都不惊讶韩光君会如此气愤，甚至觉得就该当场拿箭射死他。尤其是看他事后如此无辜，
还向江澄询问蓝忘机为何如此气愤时，纷纷想拍死他，真是浪得没边了。画面回到现在进行时，魏无羡绕着一丛枯花走了50多圈，才勉强冷静下来。众人幸灾乐祸，完了吧？当初随随便便的一扯，就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出去了。蓝忘机看着自家道侣纠结万分，兜兜转转，脸色时而惨不忍睹，时而悔恨不已的样子，眸中一片柔和。他暗自低语：还好，最后是你。正在此时，忽听身后传来枯叶被踏碎的声音。